歡迎嚟到懸疑檔案。韓國電影《寄生上流》講述咗金氏一家喺個仔開始為富裕嘅嫖家工作之後，就捉住咗機會，令到全家人都進入咗嫖家工作，開始過住寄生上流嘅生活。2004年，美國奧勒岡真係發生咗一單類似嘅案件。呢場驚天大騙局長達10年，荒唐至極。受害者嘅全副身家幾乎都俾人呃走咗，而佢自己就毫不知情。案件嘅主角叫做 Ralph， 佢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係屋企嘅獨生子。Ralph 嘅爸爸 Ralph Sr. 經營住一個名為 Rains Tree Farm 嘅森林農場，佔地1200英畝，一生都靠住種樹同埋賣樹為生。每棵樹仲可以賣到高達1000美元。咁樣嚟計，呢個森林農場價值數百萬美元，再加埋公司擁有價值500萬美元嘅投資組合， Ralph Sr. 擁有過千萬嘅身家。而作為公司唯一繼承人嘅 Ralph， 絕對稱得上係一個富二代。Ralph 自細就喺森林入邊長大，佢中意將自己整污糟，努力工作，中意睇住樹木慢慢咁成長。Ralph 喺畢業之後，短暫咁加入咗海軍，退役之後就一直留喺森林農場幫手。喺跟住落嚟嘅幾十年時間入邊， Ralph 唔係喺度種樹，就係喺種樹嘅路上。佢熱愛森林，將成副心機都放咗喺森林農場度。Ralph 嘅性格內向、單純怕醜，好少參與社交活動，所以身邊嘅朋友並唔多。即使到咗適婚嘅年齡，佢依然單身，冇結婚。隨住爸爸嘅年齡增長，森林農場嘅經營權亦都交到咗 Ralph 嘅手上。繼承咗千萬家業嘅 Ralph 並冇好似其他富二代咁大肆揮霍，佢依然過住樸素嘅生活，繼續同爸爸一齊住喺森林農場嘅小木屋度，揸住車齡10年嘅汽車代步。Ralph 從來都唔注重物質上嘅享受，對錢亦都冇興趣，佢嘅眼中只有森林農場，望住樹木健康咁成長就係佢最大嘅樂趣。除此之外， Ralph 對玄學亦都好有興趣，佢買咗好多玄學嘅書籍，喺得閒嘅時候就會攞嚟睇下。但係佢點都估唔到，正正就係因為呢個興趣，幾乎令佢賠上咗全副身家。2003年，一個叫做 Rachel 嘅女人帶住自己嘅5個仔女同埋男朋友 Blancy 一齊搬到咗奧勒岡，並喺當地嘅本德鎮開咗一間算命鋪。2004年嘅某一日， Ralph 嚟到咗本德鎮，佢嘅目光被鎮上新開嘅算命鋪所吸引。事實上， Ralph 身為一個中意玄學嘅鑽石王老五，佢嘅心入邊一直都希望可以揾到另一半。所以佢咁多年嚟都去過唔少算命鋪算命，希望可以早日遇見自己嘅真命天女，嘗試愛情嘅滋味。Ralph 進入咗算命鋪， Rachel 亦都非常熱情咁接待佢。喺算命嘅過程中， Rachel 意外得知 Ralph 嘅背景，包括佢擁有1200英畝土地嘅呢件事。Rachel 知道喺佢面前呢個有啲老土嘅大叔就係佢嘅財神爺，分分鐘可能可以喺佢嘅身上攞到唔少嘅好處。於是 Rachel 捉緊機會，慢慢向 Ralph 套料，希望可以知道更多嘅信息。本來朋友就唔多嘅 Ralph 覺得 Rachel 好有親切感，於是佢哋就慢慢成為咗無話不談嘅好朋友。Rachel 好關心佢，經常都對佢噓寒問暖，而 Ralph 亦都非常信任 Rachel，經常都同佢分享自己生活上嘅大小事務，早就已經將佢當咗係紅顏知己啦。有一次， Rachel 對佢打開心扉，話俾佢知自己係一個寡婦，丈夫因為癌症離世，屋企霎時間就冇咗個經濟支柱，呢幾年嘅生活真係唔好過。當然呢啲都係 Rachel 虛構嘅故事，或者係因為一直都冇嘗試過有異性嘅陪伴，又或者係出於同情， Ralph 開始買禮物送俾 Rachel。 除咗衫同埋手袋之外， Ralph 仲送咗一架 Hummer 俾佢，有時仲會直接俾錢佢使。 Rachel 喺攞到甜頭之後，
又慢慢對 Ralph 發起咗攻勢。2006年2月14號，喺 Rachel 嘅不斷遊說之下， Ralph 喺 Portland 買咗一棟價值915000美元嘅豪宅。今次亦都係佢第一次買樓。Rachel 俾出嘅理由係樓價喺未來會不斷咁飆升，將來可以轉售出去大賺一筆，所以呢個係一項好好嘅投資。反正間屋都係喺度丟空住，冇人住亦都好浪費，所以 Ralph 亦都同意俾 Rachel 搬入去住，並出錢幫 Rachel 裝修間屋，確保佢住得舒服。間屋到手之後， Rachel 就即刻帶住自己嘅男朋友 Blancy 同埋班仔女搬咗入去。同年10月， Ralph 嘅爸爸中咗風，需要依靠其他人長期照顧。呢個時候 Ralph 可以話係蠟燭兩頭燒，佢又要管理森林農場，又要照顧爸爸，根本就分唔到身。 Rachel 知道之後即刻自薦幫手，佢話丈夫臨終之前一直都係由佢親自照顧噶，所以幫手照顧 Ralph 嘅爸爸並唔係問題。為咗表示感激， Ralph 每個月都會俾佢8985蚊美元作為照顧爸爸嘅酬勞。冇幾耐之後， Ralph 仲直接俾咗 Rachel 一張信用卡，方便佢幫爸爸購買日用品，順便等佢自己出糧俾自己。之後 Rachel 介紹咗 Blancy 俾 Ralph 認識，並稱 Blancy 係佢嘅哥哥。Rachel 話 Blancy 一直都揾唔到工，不如就俾佢嚟到屋企度做雜工啦。Ralph 諗都冇諗就同意咗，於是 Blancy 又得到咗一份豐厚嘅人工。雖然 Rachel 而家嘅生活可以話係唔休息唔休着，但係佢依然覺得唔滿足。於是 Rachel 話俾 Ralph 知，佢公司嘅會計一直都喺度呃緊佢嘅錢。反正佢之前亦都有做過會計嘅經驗，與其將盤數交俾外人管理，不如就交俾佢呢個紅顏知己啦。Ralph 聽咗之後，即刻就炒咗公司嘅會計，將盤數交咗俾 Rachel 管理。2007年10月21號，Rachel 話俾 Ralph 知，經過佢合指一算， Ralph 好快就會喺機場遇到一個金髮女子，而呢名女子就係佢等待已久嘅真命天女。呢一日 Ralph 啱啱喺外地出差返嚟，當佢喺機場等車嘅時候，一個戴住眼鏡同埋帽嘅金髮女子行到咗 Ralph 嘅身邊，佢嗌咗 Ralph 嘅名。Ralph 當時好驚訝，佢並唔認識呢名女子，點解佢會知道自己嘅名呢？女子介紹咗自己，佢嘅名叫做 Mary， 對玄學略有研究。佢唔單止知道 Ralph 嘅名，知道佢有一個森林農場，仲算到佢有一個啱啱中咗風嘅爸爸。Ralph 聽咗之後非常震驚，佢完全冇諗到呢個世界上竟然存在住好似 Mary 咁犀利嘅高手算命師。Mary 深厚嘅功力令 Ralph 十分佩服。之後 Mary 同佢講，佢本身係英國人，啱啱搬嚟美國冇耐，係一位兼職嘅會計師。如果 Ralph 有需要嘅話，亦都可以揾佢幫手。喺交換咗電話號碼之後， Mary 就離開咗。之後 Ralph 將喺機場遇到 Mary 嘅事話咗俾 Rachel 知，仲讚佢未卜先知。呢個時候 Rachel 提議佢請 Mary 做助理會計師，協助自己處理公司盤數。Ralph 覺得 Mary 同 Rachel 互不相識，請多個人嚟處理盤數，仲可以起到互相監督嘅效果，點睇都冇壞，所以就應承咗。但係 Ralph 唔知嘅係 Mary 係 Rachel 派嚟嘅人，佢嘅真實身份係 Rachel 嘅女 Portia， 佢當時只有17歲。雖然兩母女已經進入咗公司嘅權力核心，但係佢哋亦都知道 Ralph 只係比較單純，並唔係傻仔，偷偷轉走少少錢，或者仲可以瞞天過海。但係想要呃走佢嘅全副身家，佢哋仲需要落多啲功夫。2008年 Mary 話俾 Ralph 知，因為自己係英國人嘅關係，所以好快就會被驅逐出境啦。如果想要繼續留喺美國嘅話，佢必須要獲得一張綠卡，但係想要申請綠卡必須符合特定嘅條件，
而最簡單直接嘅方法就係同一個美國人結婚。Mary 希望 Ralph 可以幫手同佢登記結婚。Rachel 亦都喺一邊幫手勸佢。呢個時候已經60歲嘅 Ralph， 其實內心亦都非常渴望有一個伴可以陪佢過埋下半世。即使佢知道 Mary 係為咗綠卡先至同佢假結婚，但係結咗婚仲好過冇結，話唔定朝夕相處之後就會產生真感情。於是 Ralph 就答應咗 Mary 嘅要求。佢哋冇舉行婚禮，只係喺一啲結婚文件上簽咗名。但係 Ralph 唔知嘅係，呢啲文件都係 Rachel 偽造出嚟㗎，所以佢哋喺法律上根本就唔係夫妻關係。結婚之後，佢哋一直都過住有名無實嘅夫妻生活，完全冇任何嘅親密行為。Mary 亦都因為喺加州揾到咗一份工，所以佢大部分時間都喺加州生活。有一日 Mary 突然同 Ralph 講自己想要幫佢生返個 BB。Ralph 聽咗之後即刻笑到見牙唔見眼。不過 Mary 接住落去講，佢都係唔想要有任何親密嘅行為。Ralph 只要捐出精子俾 Mary 去做人工受孕就可以啦。Ralph 雖然有啲失望，不過佢最後都係會成為爸爸，所以就答應咗 Mary 嘅要求。之後 Mary 就帶住 Ralph 捐出嘅精子飛到咗加州做手術。幾個月之後 Mary 帶住個套返到咗森林農場，話俾佢知懷孕嘅好消息。知道自己老來得子嘅 Ralph 即刻笑到4萬咁口，急不及待想要同大家分享呢個好消息。Mary 肚入邊嘅 BB 當然唔係 Ralph 嘅，佢嘅精子一早就俾 Mary 抌咗。之後 Mary 喺加州生咗個 BB， 萬萬估唔到 BB 一出世就俾親生爸爸抱走咗。如果冇咗 BB， 騙局肯定會穿煲。好彩嘅係 Rachel 嘅另外一個女亦都啱啱誕下咗一個仔，所以 Rachel 就將佢嘅外孫借嚟當做係 Mary 嘅仔，並幫佢改名為 Jojo Armani。出院之後 Mary 就帶住 Jojo 返到咗森林農場。Ralph 當時覺得自己簡直係呢個世界上最幸福嘅男人。佢每日都會花時間陪伴 Jojo， 唔想錯過佢成長嘅一點一滴。而 Mary 之後亦都以工作為藉口返到咗加州。幼仔萬事足嘅 Ralph 大部分嘅心思都花咗喺 Jojo 嘅身上。佢好享受做爸爸嘅角色，對於公司嘅事亦都好少過問。呢個時候 Rachel 開始發動咗最後嘅攻勢。佢遊說 Ralph 簽咗一系列嘅授權書，俾佢最大嘅管理權限。Ralph 亦都同意咗。之後Rachel 通過轉賬同埋寫支票，慢慢咁將公司嘅錢轉到咗 Mary、Blancy 佢自己同埋其他屋企人嘅戶口。與此同時 Rachel 亦都拎住 Ralph 嘅錢同男朋友 Blancy 四周圍旅行，過住超級富豪嘅生活。佢哋買咗頭等艙嘅機票，去咗巴黎、摩納哥、意大利同埋拉斯維加斯等地方。喺拉斯維加斯嘅時候Rachel 仲買咗一隻價值63,670美元嘅勞力士手錶俾 Blancy。佢哋使錢毫不手軟，無論係食嘅、住嘅定係用嘅，全部都必須係最頂級嘅。喺跟住落嚟嘅幾年時間入邊，佢哋喺旅行嘅費用上就使咗過百萬美元，單單淨係機票就超過咗10萬美元。有一次仲喺鋪頭度購買咗30萬美元嘅物品。2011年2月 Ralph 嘅爸爸過咗身，而 Rachel 嘅看護工作亦都正式結束啦。不過佢好快就幫自己揾到咗新工作，成為咗 Jojo 嘅保姆。之後佢Ralph 話，如果要繼承爸爸嘅遺產，就需要繳納巨額嘅遺產稅，並建議佢賣咗一部分嘅土地嚟到抵稅。Ralph 同意咗。最終 Rachel 以800萬美元嘅價格賣咗900英畝嘅土地，但係佢私吞咗700萬，並同 Ralph 講土地只係賣咗100萬。之後 Rachel 拎住呢啲錢喺奧勒岡買咗10處房產，其中4間被裝修成算命店，其餘6間就全部租出去收租。Blancy 就用咗34萬購買一架賓利房車，同埋一架價值23萬嘅法拉利開篷跑車。
喺700萬使得七七八八之後，Rachel 又打算游說 Ralph 將剩低嘅300英畝土地賣咗佢，將佢榨乾榨淨，並打算故技重施，喺算命鋪開始物色下一個獵物。不過呢一次佢就冇咁好彩啦。2012年，一位叫做 Liz 嘅警探喺揸車返工嘅途中，留意到 Canby 市一間屋嘅出邊泊咗一架法拉利開篷跑車。Canby 市係一個農業小城市，人口只有1萬幾人，睇起嚟唔太可能買得起咁豪華嘅跑車。於是 Liz 將車牌號碼輸入系統，發現呢架法拉利係登記喺 Blancy 嘅名下，但係佢所居住嘅屋同埋算命鋪都係屬於 Ralph 名下嘅物業。雖然佢覺得好奇怪，但係畢竟冇人報案，所以佢亦都冇繼續深究。直到2014年，Liz 喺一個研討會度同幾個同事傾咗幾句。巧合嘅係，其中一個同事就係 Ralph 嘅舊鄰居。當 Liz 提起 Ralph 件事嗰陣，呢名鄰居感到好驚訝。據佢所知，Ralph 一直以嚟只係對樹木森林有興趣，根本就唔中意物質享受，更加冇可能會買咗咁多層樓。於是警方即刻去到咗 Ralph 嘅森林農場度睇下，原本1200英畝種滿樹木嘅土地，而家幾乎都被斬到光脫脫啦。另外，警方仲查到 Ralph 嘅土地已經被賣得七七八八啦。Ralph 愛樹如命，呢個絕對唔係佢嘅作風。警方知道呢件事一定內有蹺蹊。之後，警方詢問咗 Ralph 係咪有購買法拉利跑車同埋多處嘅房產。Ralph 聽咗之後非常驚訝，並表示自己對呢一切都唔知情。與此同時，警方亦都調查咗 Ralph 嘅銀行戶口，發現佢原本多達1500萬美元嘅財產都俾人轉走咗。目前佢嘅戶口只係剩低125000美元。跟住，警方申請咗搜查令，搜查 Rachel 位於 Canby 市嘅算命鋪。佢哋喺鋪頭度發現咗大量嘅奢侈品，包括勞力士手錶同埋其他嘅珠寶首飾等。另外，佢哋亦都發現咗 Mary 嘅金色假髮同埋眼鏡，佢就係用呢啲道具喬裝咗7年。之後，警方即刻趕到咗 Rachel 位於本德鎮嘅算命鋪，並逮捕咗 Rachel 同埋佢嘅女 Portia， 亦即係 Mary。警方喺鋪頭度發現咗一早已經打包好嘅行李，幾部拋棄式手機同埋36000美元嘅現金。睇嚟佢哋一早已經做好咗隨時走佬嘅準備。喺 Rachel 同 Portia 被逮捕之後， Blancy 亦都主動嚟到咗警局自首，3個人都選擇咗認罪。喺警方嘅努力之下，佢哋成功幫 Ralph 拎翻咗價值數百萬美元嘅現金同埋奢侈品。最終 Rachel 因為詐騙、洗黑錢等13項罪名獲刑8年， Portia 同 Blancy 就分別獲刑33個月同埋18個月。法庭亦都宣判佢哋必須賠償 Ralph 3000萬美元。當 Ralph 知道咗真相之後，佢非常震驚，完全唔敢相信佢喺呢10年期間竟然一直活喺一場騙局入邊。但係善良嘅 Ralph 好快就選擇咗原諒佢哋。佢好多謝佢哋過去嘅陪伴，並希望佢哋之後能夠誠實咁做人，一切安好。雖然 Jojo 目前已經返到咗佢嘅親生媽媽身邊，不過 Ralph 依然希望佢以後可以喺 Jojo 嘅生活入邊扮演住一個角色。經過多年嘅相伴， Ralph 已經同 Jojo 建立咗深厚嘅感情。至於目前已經被斬到光脫脫嘅樹林， Ralph 表示佢中意種樹，佢會開始努力咁種樹，並相信呢片樹林好快就會變得好似以前一樣濃密茂盛，重現昔日嘅光輝。